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被骂作精医10年，孟子义凭小恶魔写真封神，387天自律逆袭。大家都在称赞他的腰细、腿长、眼神撩人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这组片子之所以能让人着迷，根本就不是因为它的美丽，是一种美的程度到了带刺的地步，艳的程度到了扎手的程度，让人一边骂一边忍不住去点击大图放大3倍的很。人们了解孟子义是从做精开始的，在1年级中和导师顶牛，结果被全网追着骂了3天3夜。当时提到他的评论区全是滚出娱乐圈。换成你的话，你能承受的了吗？他扛住了，不但承受住了压力，而且还硬是把一局烂棋变成了王炸。2026年3月26日，孟子义腰比名牌戏登上热搜。在奔跑吧录制现场，他的身后有一个长方形的名牌道具，长约10至15厘米左右。转身的时候，名牌就直接把腰给盖住了。什么概念？一个成年人的腰部长度大约是 A4 纸的1半宽度。你认为这是天分吗？那可是扯淡了。身高170厘米，体重曾经降到88公斤，坚持做普拉提387天，每天深蹲120次开始，每个月砸5万元人民币定制低碳饮食方案，带病也要上班，中暑了就用湿毛巾敷2分钟再爬起来接着工作，387天没有中断过一次。评论区有人称其胃太卷了，也有人称其胃至于吗？但是问题在于，不卷的话他又怎么能走到今天呢？查看他近半年来的行程单，百花杀青无缝对接进组浮光，没有参加综艺节目，也没有蹭任何热点，在微博上也只是发布片场花絮以及读书笔记。曾经有媒体曝光过他的后台备忘录截图，密密麻麻的写着角色的心理学笔记、方言发音标注，甚至是某一场戏中睫毛颤动0.3秒的情绪卡点。0.3秒，这并不是人设，而是职业本能。再来说一说这组小恶魔：红色裙子、荆棘、金属餐具和哑光金色饰品。有的人会看到暗黑甜酷，而我所看到的是美的有攻击性。他没笑，眼神很冷峻疏离，嘴唇的颜色很深，但是又刚刚好，既不是讨好的甜味儿，也不是带有距离感的艳丽色彩。细肩带 V 领勾出锁骨线条，立体蕾丝若隐若现，透而不清。最厉害的一道菜是荆棘，尖锐的刺把托盘都扎破了，银色的叉子握在手中，温柔的手势与锋利的植物相撞在一起，就像没有说出的话一样。我很漂亮，但是很不好惹。这不是在拍照片，而是在演戏。更厉害的是，他根本就不想讨好谁。去年在金鹰节的后台采访中，记者问道：如何看待女演员要承受减龄、显嫩的压力？他直接回答了一句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这句话所震撼，足足静默了3秒钟。我已经30多岁的人了，为什么就不能扮演一个30多岁的女性角色呢？窦钊28岁时就担任起家族事务的责任，而沈西则在32岁的时候执剑平乱。他们的力量并不是依靠胶原蛋白来支撑的。这句话后来被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年度报告所引用。看到没？一位因为被称作做精而走红的女演员，在其所说的话中被国家级行业的报告所引用。在有人叫她只是一个花瓶的时候，请你到医院去挂个眼科。有人称她的造型未半永久，红色裙子、黑色长裤，来回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种款式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把一种风格做到极致，做成标签，做到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孟子义的程度上，本身就已经是本事了。
从5月份被人取笑上了情商网课开始，一直到7月份造型惊艳全网为止，粉丝们用网课结业的梗来表示他肉眼可见的进步，并且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给他报名了包教包会的深造课程。讽刺吗？一个在全网上都被骂得无地自容、情商很低的人，在依靠自己的作品以及自律来扭转自己口碑的时候，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。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被贴上了作精、心机的标签，并没有急于道歉或者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，而是默默地进入剧组，熬夜修改剧本，中暑晕倒之后用冰毛巾敷2分钟再爬起来继续工作。九重子中窦昭的隐忍，将门毒后中的雪地系凛冽的眼神，百花杀中沈西的杀伐果决。他把角色一层层的剥开，外面强加给他的壳就被一层层的剥掉了。回过头来看，在那组写真的时候，那些荆棘并不是道具，而是他过去的10年的真实写照。扎人的，但是很真实的；带刺的，但是也有分寸感。他曾在北电上过2堂公益活动课程，题目是怎样通过肢体语言代替台词。学生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，点击量达到了1000万次。他在课堂上说了一句话，我建议每一个在工作中被人批评为不行的人，把这句话抄下来贴在自己的床头。观众不傻，你的演技很假，但是他们一眼就看穿了。如果你敢于真实的话，那么别人就会敢于把信任交给你的人了。最近他在为时尚芭莎写专栏的时候，又多了一句更加厉害的话。所谓的锋芒，并不是去刺伤他人，而是要让自己站得更加坚定。没有一句空洞的口号，但是每句话都落到实处了。在这10年里，他没有发出过一条求转发、求支持的微博，并且也没有在红毯上故意做出各种姿势来吸引眼球或者制造话题。所有的热度都来自于角色本身先站稳了，人才跟着被看到。因此那一组写真的大火，以至于人们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红色的围墙就是底色，荆棘就是我们的经历，黑色的衣服就是我们身上的铠甲。而那些还在评论区敲键盘骂整容、P 图、半永久的人，恕我直言，你连坚持387天做普拉提都做不到，有什么资格评价一个把自己逼到88斤、带病上工、睫毛都快抖下来了还要卡0.3秒的人？孟子义这组小恶魔写真中杀的并不是镜头，而是他这几年从黑红泥沼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的那份冷艳古香。暗红色的衣服，眉毛和眼睛都像是刀子一样锋利，嘴唇上有一抹淡淡的朱砂。造型师把沙字做得很足，并不是甜妹古欧里的那种美，而是能够把这一举旗下的尽如人意的那种执拗。所以你说她美？不，她是狠。美是与生俱来的，狠则是个人的选择。而这组小恶魔之所以能封神，就是因为他让你看到了一个被全网骂了10年的人，是怎样把骂声踩在脚下，一步一步走上来的。你认为孟子义这一组写真的美或者狠呢？